第31章吓唬。如果深入探究下去，大概率会引出救赎蔷薇，甚至一位潜藏的红天使。刚才有好几次，我都是在悬崖边缘翩翩起舞啊！还好我克制住了冲动，按捺下了对青柠檬餐厅和电报局里诡异情况的好奇心。克莱恩收回视线，只觉太阳胸针度无法避免自己背后沁出一层冷汗。比起真实造物主降临这种事件，未知的未被引爆的情况更加恐怖。至少克莱恩现在就忍不住去想象，如果自己一脚踹开了电报局的大门，或者绕到后面翻窗进树，究竟会看到什么，发生什么？他不断脑补着各种诡异的可怕的场景，把自己吓得不轻。同时他决定等下制作太阳圣水给昨晚在班西港吃过东西的乘客，避免有隐患残留。怎么了？爱尔兰察觉到了戈尔曼斯帕罗的异常，想起了一件往事。克莱恩用小丑的能力让脸部表情依旧正常，内心则庆幸昨晚没有冒险，现在也顺利离开了班西港。对于这里潜藏的救赎蔷薇和天使之王秘密，他只有一个想法：赶紧举报。不举报难道留着他们过1351年的新年？如果选择隐瞒，等到自身有了足够高的序列和足够强的实力再来探索，收获相应的好处，那中间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危险被提前引爆，或者邪教徒依旧残存，害死了一位又一位无辜的旅客，克莱恩觉得自己肯定会非常内疚，背上沉重的包袱。这样一来，距离失控也就很近了。当然，举报也是要讲方式和方法的。克莱恩没傻到直接告诉爱尔兰或写匿名信给风暴教会，这会引来很多的麻烦。首先，官方肯定会强势调查格尔曼斯帕罗的背景，不少事情只要深入探究，必然会被拆穿。其次，也许会将目前这个身份暴露给救赎蔷薇，引来一位天使之王的之上。克莱恩打算的是，过2天塔罗会召开的时候，用世界提一下班西港的异常。由于这轻描淡写的引出救赎蔷薇和天使之王，作为风暴教会的相关人士，倒吊人自然明白接下来该怎么做，这将是他立功的机会。至于梅迪奇家族直系后裔血液的问题，克莱恩压根儿没去考虑，因为他和莎文小姐都没解救地下遗迹内那个恶灵的想法。见格尔曼斯帕罗明显不愿意提及他的往事，爱尔兰笑了一声，掏出个黑色小木盒丢了过去。克莱恩伸手接住，用眼神表达了自己的疑惑。鱼人的鳔可以拿去制作物品，在海上很有用。鱼人身上的非凡材料150磅朝上，船长很慷慨啊。克莱恩险些忘记格尔曼斯帕罗此时该有什么反应，还好在扮演上他也是颇有经验，立刻沉下脸孔道：“我救你不是为了报仇。”爱尔兰哈哈一笑道：“我给你这东西也不是为了回报你的搭救，我们算是朋友了吧？我看见朋友们有类似的物品，帮他补足短板，不是很正常吗？”说的好有道理，完全无法反驳。克莱恩握着黑色小木盒，沉默了几秒，终于点了下头。爱尔兰捂嘴打了个哈欠，取下头顶的船形帽道：“我得回房间补充一下睡眠了。”中午见克莱恩礼貌挥手，领着达尼兹一路走到了312房间的外面。他看见唐纳和丹顿两姐弟已早早起床，等在了门口。斯帕罗叔叔，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唐纳好奇问了一句。克莱恩没有说话，直接打开了黑色小木盒的盖子，里面铺着一层黑色的天鹅绒，中间静静摆放着一个圆形宝石般的透明物品，蔚蓝如水的光华一层层荡开。那一天的愚人的，丹顿想了一阵，重重说道：“必。”此时，在克莱恩的眼神示意下，达尼兹打开了房门。唐纳边脚步轻快地入内，边伸出了背在身后的手。他握着厚厚的一叠现金，有10磅和5磅两种。我爸爸妈妈以及克列维斯叔叔他们，还有迪莫多叔叔一家，让我转交给你的150磅。唐纳甜甜一笑道：“他们说这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感谢，只是补充一下你消耗掉的物资。那些东西很贵吧？”还好克莱恩想了想，收下了150磅的感谢金，免得乌尔低等普通人内心忐忑不安。见格尔曼斯帕罗叔叔将现金和黑色小木盒同时塞入一肚，唐纳为终于完成父母交代的任务松了口气。他迅速进入状态，找回了前来拜访的真实心情，又好奇又有点害怕地问道：“斯帕罗叔叔，昨晚那些都是什么怪物啊？鬼故事都是真的吗？你从火焰里跳出来和让光落下的本事是天生的吗？
这是魔法还是巫术？停，你问题太多了。热得受不了的克莱恩摘下太阳胸针，将它丢到了客厅的书桌上，并随口回答道：这叫非凡能力，通过一些仪式和魔药获得。很多鬼故事都有原型，昨晚的怪物是依靠邪恶仪式制造出来的，其他事情你问他。克莱恩侧瞳瞄了眼达尼兹，好神奇啊！丹顿和唐纳同时感慨道。紧接着，唐纳眼睛发亮的开口道：斯帕罗叔叔，你就和罗塞尔大帝描述的超人一样，我们也可以通过仪式和魔药成为你这样的人吗？丹顿重重点头，附和着姐姐的话语，两人同时涌起了强烈的期待。就在这时，唐纳发现格尔曼斯帕罗叔叔的眼神里隐约多了点黯然，旋即他看见这位神奇的叔叔嘴角咧开，往上翘起，露出一个有些奇怪的笑容。克莱恩嗓音低沉地说道：这不是一件值得羡慕和期待的事情，只要选择了这条路，就将时刻与危险和疯狂为伴。你可以赢他们100次、1000次，但只要输掉1次，就会像那个堕落主教一样。说话间，他靠好手杖，脱掉礼服，挽起了衬衣的袖子。他的一条手臂已变得干瘪发皱，仿佛过了100岁的老人，另外一条则透明无色，能直接看到皮肤下的血管、肌肉和腱膜。与此同时，他脸上长出了密密麻麻的淡色肉芽，吓得唐纳和丹顿惊恐失措的连续倒退，撞在了门上。满脸细小肉芽的克莱恩保持着嘴角的上翘道：看清楚了吗？这就是疯狂捕。唐纳和丹顿几乎失去理智，跌跌撞撞的开门跑了出去。前冲几步后，他们难以保持平衡的摔倒在地。好可怕，好可怕！丹顿不断的小声哭喊。这时他们听到了312房间大门哐当合拢的声音。唐纳逐渐平静了下来，不敢想又忍不住去想格尔曼斯帕罗叔叔刚才的样子，一粒又一粒的肉芽占领了脸部每一寸皮肤，双臂或发皱或透明，不比昨晚的那些怪物好看多少。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对方的眼睛，想起了那一句这就是疯狂。他的视线突然模糊，眼泪止不住的下落。唐纳，你怎么了？丹顿被他的反应吓到，忘记了自己也很害怕。唐纳抽泣着说道：我不知道，我只是忽然觉得好难过。312房间内，达尼兹看见克莱恩也恢复正常的样子，忍不住啧了一声。其实没必要这样吓小孩子，会让他们做噩梦的，直接告诉他们服食魔药很危险就行了。他话音刚落，就看见一根满是血迹和污痕的硬木手杖飞了过来，并伴随一句没有情绪起伏的话语：洗干净。达尼兹伸手接住，笑容僵在了脸上。贝克兰德皇后区霍尔伯爵家的豪华别墅内，奥黛丽站在2楼的白色镶金栏杆后，看着1楼的仆人来来往往，忙忙碌碌。根据鲁恩王国的习俗，由封地的贵族会在新年舞会1周后陆续离开贝克兰德，返回自己的领地，享受愉快的乡村火城堡生活。等到6月份，才重新来首都，开启日复一日的社交。当然，霍尔伯爵这种实权贵族兼大银行家，肯定得时常往返两地处理事务。而搬家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许多东西得提前整理。由部分仆人预先带回庄园或城堡，一切准备就绪后，主人们才会踏上路程。等这次塔罗聚会结束，我应该就坐上回东切斯特郡的蒸汽专列了。希望那位吸血鬼先生真的可以弄到长者之树的果实和禁龙的血液，让我能在离开贝克兰德前成为心理医生。奥黛丽思绪发散地想着。就在这时，伯爵夫人凯特琳走了过来，微笑问道：在想什么？你已经成年，等6月份回到贝克兰德就可以找些事情做了，有什么计划吗？奥黛丽几乎没做思考，直接回答道：妈妈，我想去教会的慈善组织，我想真正的认识一下这个世界。她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不错的主意。伯爵夫人表示了赞同，她随即叮嘱了几句，走下2楼，检查起家里的事务。奥黛丽收敛心情，侧过脑袋，浅笑着对蹲在一旁的金毛大狗道：苏茜，期待吗？你又能尽情奔跑在碧绿的田野上，追逐于葱郁的树林内了。他这是在打趣苏茜，因为对方并不是一只合格的猎犬，所以才成为赠品。苏茜本能想吐出舌头，但又淑女地制止了这种行为。她没有掩饰情绪地回答道：当然，
我喜欢奔跑，但我讨厌那群野蛮的家伙，这是指爸爸他们养的那些猎狐犬。奥黛丽抿住嘴巴，不让笑意流泻。他抬头看了眼壁钟，发现塔罗聚会的时间快到了。第32章古神的传说。漫无边际的灰雾之上，宏伟的宫殿静静屹立。又一次来到这里的月亮埃姆林怀特刚恢复视线，就看见对面的正义小姐望向斑驳长桌最上手，语气轻快地打起招呼：“下午好，愚者先生。”正义奥黛丽一次问好，从愚者起至世界中，这个顺序并非根据座位排列而来，依循于塔罗牌的规律。愚者是包含所有可能的开始，世界是完美升华的结尾。这是神秘学爱好者奥黛丽小姐的一点强迫症，在塔罗会成员越来越多、越来越整齐后出现。真是一个出身良好、无忧无虑的女孩。埃姆林故作深沉地评判了一句，礼貌地回应了对方的问号。这个过程中，他眼角余光扫到了旁边的太阳，不由想起了最近几天在威曼迪男爵家里学习血族详细历史的经历。确实有很多我不知道的细节，深夜的研究者和业余的爱好者果然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从这周开始，我埃姆林怀特就将是专业的研究者。维曼迪男爵一直没提白银城有关的事情，我也不能直接问。作为背负着隐秘的血族救主，在类似方面必须足够谨慎，半天听课，半天去教堂，晚上陪伴人偶，这样的生活似乎还不错。莫林的思绪渐渐发散开来，突然他皱了下眉头，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为什么还是每天都去丰收教堂？作为一名高贵的血族，做事必须有开始有结束，最近又多了不少病人。名声传扬出去并不是一件好事。月亮埃姆林的眉头逐渐舒展，变得柔和。他见正义小姐已完成了问候，伸手敲了下桌子，望着对方道：“你需要的。”正义奥黛丽右手下牙，做了个停止的手势，接着浅笑说道：“等交易环节再讲。”这是属于愚者先生的阅读时光。听吸血鬼先生的语气，长者之树的果实和劲龙的血液至少有一种。奥黛丽，你就快成心理医生了，就快是中序列非凡者了。奥黛丽的心情愈发愉快，眉梢眼角皆是笑意。他看向浓雾中的身影，尾音上扬地说道：“尊敬的愚者先生，我又拿到了3页罗塞尔日记，只差4页了。”他抿嘴想着，有了正义小姐做示范，魔术师佛尔斯也开口道：“愚者先生，我这里也有3页新的罗塞尔日记。”他要对这次塔罗聚会同样充满期待，因为他第2份学徒魔佑的消化进度比预计快不少，前天已彻底解决掉了这隐患。太阳戴里克紧随其后。伟大的愚者先生，我抄录了一些古神的传说。接着他又对倒吊人道：“周围区域的怪物清单也整理好了，真是一个实在的孩子，不需要别人提醒。”收获颇丰的克莱恩悠然感慨：“真是的，一点进步都没有。虽然这会让我获取好处的难度降低，但也潜藏了失去白银城资源的风险。暴露是一个必须时刻警惕的问题。”倒吊人阿尔杰微不可见地摇了摇头。罗塞尔的日记和古神的传说很快具现出来，闪现至克莱恩的掌心。他飞快浏览了一遍，发现6页日记里有2页是以前的重复，譬如正义小姐贡献的其中一章，就和倒吊人去年提交的一份吻合。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除非我能让他们真正学会简体中文。克莱恩暗叹一声，用意念将那2页日记转移到了最后。剩余的4页日记并没记载太有价值的信息，他们大部分属于罗塞尔失去理想。沉迷于金钱的时期，通篇充斥着我今天发明了什么，我明天准备发明什么，买出了多少金币，得到了多少投资等句子，看得克莱恩差点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只想一巴掌把这些日记呼到罗塞尔的脸上。而这个时候，正义奥黛丽也敏锐发现那张黑皇帝拍回来了，静静地覆盖于愚者先生的手册。果然是赐予卷者帮助他完成任务吗？还有另外一个可能，这是新的亵渎之牌，不是原来那张。奥黛丽饶有兴致地猜测着。翻完日记，克莱恩忍住了吸口气平复心情的冲动，将目光投向了小太阳提供的古神传说。这属于比较粗略的讲述，将第2纪元的8位古神分为了3个阵营：巨人王奥尔米尔、精灵王苏尼亚索列姆或吸血鬼始祖莉莉丝是盟友，对抗着空想之龙安格尔威德。
不死尿始祖格雷加利，异种王克瓦西图恩。而恶魔君王法布提和毁灭魔狼弗雷格拉属于想要颠覆一切秩序，污染所有生灵的存在。在白银城的记载里，8位古神都有暴泯、邪恶、残忍、恐怖等描述，即使外形最正常，被称为美之化身的吸血鬼始祖莉莉丝，也有恶心狰狞的一面，比如化作一个堪称山脉的肉团，上面长满各种各样的生殖器官，并喷薄出浓郁的黑雾，不断制造各种奇异的生物。凡是靠近他的强者都会被交配和繁殖欲望支配，成为行走的相应器官。而看到这一幕的生灵，除了另外的古神，无一例外失去了理智，或当场变异，或成为疯子。白银城的记载则源于巨人王庭的典籍，当然这是他们自称的，不排除是对盟友的诋毁。这种表现和血族祈祷原始月亮后的失控相当接近，这是月亮途径走到最后的特征之一。想到这里，克莱恩差点抬起脑袋扫埃姆林怀特一眼。在白银城的传说里，吸血鬼始祖莉莉丝确实只长着红月，只要他愿意，他可以让一年365天天天都是血月，让阴性的力量肆虐大地，让灵界与现实长期交互，放出无数难以言喻的怪物和恶灵。这就是神灵的力量了。也不知道古神和现在的真神存不存在区别，怎么都是一副邪神的样子。在血族的传说里，莉莉丝并不是这样，他们和白银城之间有一方在撒谎，或者中间出现了一定的变化。莉莉丝从白银城记载里的样子变成了血族传说中的样子。克莱恩收回视线，记下了这些细节。他让手中的纸张消失，往后微靠道：“你们可以开始了。”正义奥黛丽当即开口，目光明亮地望着埃姆林怀特道：“月亮先生，有长者之树果实和劲龙血液的情报了吗？”埃姆林下巴轻点道：“一共750磅，只要付出这么一笔钱，他们就将属于你。当然，还有我的报酬，100磅。”奥黛丽根本没去算总价多少，欣喜回应道：“成交！我希望今天或者明天就能完成交易，没问题。”即将赚100磅的月亮埃姆林无法拒绝正义小姐的要求，太棒了！奥黛丽右手垂响，握成拳头，轻晃了2下。这时，倒吊人阿尔杰侧头望了吸血鬼先生一眼：“那位血族男爵的遗产，你还要吗？4500磅。其实我为你争取到的最好价格。”实际上，那位海盗3200磅就愿意脱手。埃姆林的表情顿时变得有些扭曲。如果只有1000磅，我肯定要。但他在心里回应了一句：虽然他们一家都是相当不错的药师和医生，每年收入并不算少，且活得足够久，理应能攒下一笔不菲的财富，但自从迷上人偶，埃姆林就再也存不住钱，偶尔还会主动定制。即使算上还未收获的100磅酬劳，他的个人存款也还不到500磅。这里面夏洛跟莫里亚蒂大侦探贡献了150磅。我再考虑一下。月亮埃姆林艰难开口，突然觉得自己该找一些能快速攒钱的办法。埃姆林这家伙发出了贫穷的声音。看到这一幕，克莱恩在心里愉快地调侃了一句：现实里和吸血鬼先生是朋友的他，听对方提过，历年以来花在人偶上的钱总计超过7000磅，这让克莱恩颇为感叹人偶的昂贵和埃姆林的奢侈。没问题，倒吊人并未催促，他转而望向正一奥黛丽：尊贵的小姐，工匠已经完成了制作，得到了一件相当神奇的物品，它能让你真实的变化样子，并掌握操纵火焰、伤害转移和危险直觉3种非凡能力，提升你的平衡和敏捷。它是一张银白色的面具，也是帽子，而是它能变换自己的外形。你可以为它命名。当然，它也有自己的小小缺陷。当你佩戴它的时候，你的情绪会被放大，你必须懂得控制自己，否则很容易出问题。它的价格是5500磅。说到这里，倒吊人轻笑一声，对世界道：你提供的非凡特性4500磅，工匠的制作价值1000磅。4500磅比我预想的好很多，虽然要分15%，也就是675磅给倒吊人先生。克莱恩当即操纵事件，点头同意，没问题。情绪会被放大。根据伊斯兰特老师的说法，通过晋升为心理医生，就有影响别人情绪和心理状态的能力，对自己应该也可以。那个缺陷不是问题。正义奥黛丽轻巧点头。
我会在收到那件神奇物品后2天内支付。为了不暴露塔罗会的秘密，他必须等确切拿到了东西，才能找父亲霍尔伯爵报销。可以，倒吊人对正义小姐的信誉没有丝毫的担心。真有钱！月亮埃姆林和魔术师福尔斯同时受到了刺激。呼，克莱恩悄然松了口气，这意味着他的3000多镑很快就能拿到。感谢正义小姐，他默默在心里画了个绯红之月。第33章各有收获。坦白的讲，虽然倒吊人阿尔杰已经预料到正义小姐不会还价，且那件神奇物品的价值确实在5500镑水准线上下，但依然对这样的行为产生了强烈的不适感，有种自己辛辛苦苦打通环节，好不容易大赚了一笔，结果还没有别人零花钱多的幻灭感。世界那里能分到675镑，工匠的制作费只有600镑，我能蠢赚400镑。这一次的交易里，我总计进账1075镑。可惜，世界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出手的非凡特性和魔药配方众多，参与的事件不少，能打听到相当重要的消息，不值得为了几百镑和他产生矛盾。否则，我能将他非凡特性的价格压到4000镑以下。倒吊人略感遗憾地想着。在愚者欣喜于即将有3825镑入账时，太阳戴里克看着对面的女士，诚恳地说道：“魔术师小姐，你的食灵者胃袋已经准备好，非常好。”福尔斯彻底松了口气。我会将300镑现金支付给倒吊人先生的。倒吊人阿尔杰闻言，也是精神一振，忙向青铜长桌最上手的愚者先生提出了具现魔药配方的申请。几秒之后，他在面前的黄褐色羊皮纸上书写好了太阳神冠的配方。序列7亿，太阳神冠主材料：黎明雄鸡的红冠1朵，光辉器灵树的果实1枚。辅助材料：黎明雄鸡的血100毫升，太阳精油10滴，金手柑粉末8克，凝固的熔浆5克。克莱恩虽然没有刻意去窥探这份魔药配方，但依靠他才能具现出来的内容，依旧映入了他的脑海。只要他愿意用梦境占卜法回想，立刻就能获得相应的知识。这让他不得不无声感叹了一句：果然，做平台最赚钱。太阳戴里克期待地接过那张羊皮纸，半是放松半是激动地浏览了一遍，接着他具现出白银城周围区域的怪物清单，让倒吊人挑选配平差价的非凡材料。倒吊人阿尔杰不慌不忙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准确把握到了白银城周围区域的状况，然后他挑了3种明确知晓买家和价格的材料，得到之后2天内应该就能脱手，大概可以拿1000镑的样子，算上魔术师小姐那里的300镑和之前的1075镑，龙眼海雕眼珠的钱总算凑够了。阿尔杰一阵疲惫，侧头对福尔斯道：魔术师小姐，可以准备龙眼海雕眼珠的交易了。倒吊人身上现在只有10几镑，就连预支给工匠的制作费用都是靠广泛的人脉借来的。当完成这一系列交易后，他的现金资产将达到2375镑，足够支付主材料所需要的2000镑。魔术师福尔斯想到上周在倒吊人先生那里吃的亏，略感委屈地回应道：好的，对他来说，这笔交易最终能赚多少，只取决于他老师多里安·格雷愿意分他多少。在没有额外的收益，交易环节的最后，克莱恩操纵事件再一次求过古老怨灵的参与，灵性和6亿食香鬼的眼睛。至于将愚人贝卖出或制作成神奇物品的事情，他暂时不打算通过塔罗会，希望能以此为印子，拓展开自身在海上的人脉和渠道。今天的塔罗会后，正义小姐的心理医生魔药将凑够材料，魔术师小姐的戏法大师魔药同样如此。小太阳有了配方，总算可以往序列7奋斗了。距离提供我清除非凡特性内精神污染的办法又近了一步。倒吊人先生即将拿到封卷者的主材料之一，序列6只剩最后的一道难题，只有埃姆林还没下定决心和找到办法，短时间内看不到晋升的希望。愚者克莱恩环顾一圈，轻笑一声道：自由交流正义。奥黛丽本来要习惯性发言，但仔细想了想后，又觉得这周没什么消息可以分享，除了参加一场又一场宴会，上了2节心理课，只有回东切斯特郡的事情可以讲，但这没有必要。他轻抿嘴唇，保持住了沉默。魔术师福尔斯正处于新年假期的慵懒状态里，脑袋还有些空白，略感心虚地提了一句：
贝克兰德还处在之前那种高压状态里，如果不是官方非凡者，最近不要来冒险是吗？这段时间行为习惯良好的月亮埃姆林略感疑惑地皱了皱眉。3点一线状态的吸血鬼无法体会所有非凡聚会全部停止的痛苦。倒吊人点了下头，略作思考，对太阳道：“不要大意。举行献祭仪式前，最好确认这次率领探索小队的首席不在白阴城，或者正忙碌于别的事情。”倒吊人先生，您的意思是，首席有可能察觉到命运的循环？太阳戴里克惊愕反问。倒吊人郑重回应道：“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我无法肯定。毕竟我对你们白阴城不够了解。”说到这里，他隐藏住笑容，展现出凝重的表情。太阳戴里克则有些懊恼地说道：“很多事情我也不清楚。”倒吊人阿尔杰暗叹一声，排除掉失望的情绪。总之，谨慎和小心才能让你活得更久。谢谢您的提醒。太阳诚恳开口。倒吊人收回目光，转而笑道：“最近一段时间，海上相对平静。不，这只是你认为的。”克莱恩默默反驳了一句。曹纵世界嘶哑道：“我正好听说了一件海上的事情，不等倒吊人询问，他先看向正义和魔术师2位小姐。女士们，能帮我买一台无线电收报机吗？我可以试一试。”魔术师福尔斯不甚在意地答应了下来。因为即将离开贝克兰德，正义奥黛丽只能对此说一声抱歉。谈好这笔交易，世界清了清喉咙道：“那件事情与风暴教会有关，与教会有关。我怎么没收到通报？不需要下达给我们这个层次的人。”倒吊人皱了皱眉，耐心等待世界讲述。世界本想用玩味的眼神扫一下倒吊人，但因为动作难度太高，只能遗憾放弃。沉哑着笑道：“班西港的古老习俗复苏，一部分居民变成了邪教徒，就连风暴教会的主教也堕落了。我听说事情已经解决，但死了不少人。”班西港倒吊人阿尔杰回忆着那里的情况，主动为懵懂不解的正义小姐等人解释道：“那里拥有活祭的传统，目标是一个叫做天气之神的邪灵。在海外，在南大陆，类似的邪灵还有不少，表面看起来已经被清除，实际还以奇怪的状态存活着。许多人暴毙于那些地方，呵呵，不一定是因为疾病。你们如果有类似的旅行或冒险计划，不要大意。”阿尔杰力图将班西港的事情描述成一起偶然发生的，在理解范围内的意外。突然他听见了一道略显低沉的笑声，这笑声来自于斑驳长桌最上手。愚者先生，倒吊人猛然扭头。愚者先生，班西港的事情不像表面那么简单。正一奥黛丽当即望向了端坐高背以上的愚者先生，间一道道或疑惑或好奇或激动的目光投来。克莱恩悠然笑道，带着点回忆的口吻：“这让我想起了一位天使之王。”天使之王？班西港的事情竟然涉及一位天使之王？奥黛丽一下张大了眼睛，对愚者先生后续的话语产生了强烈的期待。天使之王？魔术师福尔斯暗自稀奇，表情有些发苦。我们塔罗会讨论的为什么都是真实造物主降临，原冲母女复苏，天使之王再现这种事情，我才只有序列9啊！他简直想仰望天空，长叹一声。月亮埃姆林则莫名激动，找到了始祖让自己向愚者先生祈祷的又一个原因。果然，这是一个为末日准备的救主聚会，我们都是被选中者，将逐渐面对天使之王、原初母女、真实造物主等邪恶存在。安慕林忽然有了股冲动，想立刻答应下倒吊人提出的交易，但却被没钱的事实无情击碎了脑海里的幻想。会是哪位天使之王？太阳戴里克少有的参与进了正义小姐等人的话题。天使之王，丹西港藏了什么秘密？倒吊人阿尔杰全神贯注地等待着答案。见愚者先生没有继续往下说的意愿，正义奥黛丽忍耐不住，主动奔道：“尊敬的愚者先生，是哪位天使之王？”克莱恩靠着椅背，轻笑一声道：“创立救赎蔷薇的梅迪奇，他的血脉后裔居住在宾夕救赎蔷薇，和真实造物主有关的天使之王。”奥黛丽没想到事情一层比一层严重，下意识疑惑道：“宾夕？那是班西的古称。”倒吊人阿尔杰双手虚握，低沉回应道：“他已经无法想象这件事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真相，只知道班西港的变故也许并没有真正结束，是人的危险还潜藏在暗处。对于救赎蔷薇，他了解不多，
仅仅清楚这个名词和真实造物主神庙命运天使乌洛留斯有关，无法确认具体代表什么。总之，这件事情的层次已经超乎了我的想象。阿尔杰望向斑驳长桌最上手，悠然闪过了愚者先生果然认识八大天使之王，掌握了不少秘密的念头。就在这时，他想到了一件事情：上周这个时候，正义小姐询问过剩余的天使之王有哪些。愚者先生的回答是以后会接触到的，而仅仅1周过去，就真的接触到一位新的天使之王了。愚者先生早有预见，倒吊人阿尔杰瞳孔一缩，惊惧地低下了视线。第34章倒吊人的猜测。镇江之余，另一个疑惑浮上了倒吊人阿尔杰的心头。既然愚者先生早有预见，那他为什么还要开口指出班西港的事情与救赎蔷薇和天使之王梅迪奇有关？他故意告诉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将这件事情宣扬出去，目标直指天使之王梅迪奇，不，更大的可能是真实造物主。愚者先生之前就屡次破坏真实造物主的图谋，这一次应该也不例外。救赎蔷薇这个名词出现于真实造物主的废弃神庙内，由天使之王梅迪奇和乌洛留斯创立，显然与真实造物主有很深的联系。班西港之有我们风暴教会，愚者先生真正告知的对象是我。倒吊人阿尔杰隐约明白了点什么，旋即他又敏锐察觉到了一个问题：世界上次提及贝克兰德将由大事件，立刻被愚者先生证实，直呼牵扯出了原冲魔女的苏醒和真实造物主的降临。这次他讲的班西港一便同样得到愚者先生回应，揭开了古老冰系隐藏的秘密，让救赎蔷薇和天使之王梅迪奇呈现于塔罗会众位成员眼前。这会不会太巧合了？世界之前说的消息都与贝克兰德有关，这是初次涉及海上之事，而愚者先生上周提过，哈德卷者因为大雾霾惨案不得不离开贝克兰德，两者吻合，所以世界其实是愚者先生的卷者，不，应该是他所有卷者在塔罗会里的代表，替愚者先生完成一些他不方便直接做的事情。当然，卷者也会通过这个聚会交易物品和知识，达到提升自己的目的，这算是愚者先生对他的培养。仔细想一想，这个猜测很可能是对的，至少世界从来没有搜集过罗塞尔日记，以此从愚者先生那里换取知识或情报。身为卷者，这是他的职责，私下就已经提交。从这个结论出发，世界某些刻意的问题和矛盾的表现，是在掩饰自己卷者的身份，这符合他经验丰富、老练狡猾的特点。愚者先生组织塔罗聚会，除了隐藏有暗中复苏、一步步解开封印的企图，还存着利用我们干涉某些事件的目的。这从成员构成可以看出一定的端倪。上层贵族、教会主教及非凡者、神器之队幸存者、亚伯拉罕家族的学生、成年吸血鬼，各自都代表着一个势力或一个圈子、一条渠道。许多想法闪现，倒吊人阿尔杰不仅没被自己的猜测弄得压抑，反倒有些激动。对他来说，愚者先生的目的未知才是最恐怖的事情。初步明白了他想做什么，就可以有效规避风险，并借此提高自己。只要愚者想利用我们做事，那就肯定会给予一定的好处。这正是我期待的，否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见半神半人的希望。世界，你肯定想不到我已经看穿了你的伪装。阿尔杰惊惧的心情缓解，开始思考该怎么利用板西港情报的问题。他不可能直接就这样将消息汇报上去，那会引起怀疑的。他必须耐心等待一个机会，既让高层欣赏、给予奖励，又不会受到监控的机会。正义奥黛丽看得出来倒吊人先生有了番心路历程，但想不到对方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浮现出那么多念头、那么多猜测。而从愚者先生的话语里，他欣喜地知道了救赎强杯是一个隐秘组织，由部分天使之王建立，与真实造物主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他也隐约察觉到了世界的古怪，发现这位最难以读出情绪的组织成员总是涉及大事，总是能打听到很重要的情报，而且不断出手着配方、材料和特性，似乎1-2周就能狩猎一位非凡者。他离开贝克兰德，到了海上，或者还是在贝克兰德听到的传闻。我该不该把这个情报告诉教会？倒吊人先生和风暴教会关系密切，由他去做，效果更好，更不会出现问题。
浩代利压下窥探的想法，好奇又问了一句：“尊敬的愚者先生，天使之王梅迪奇的称号是什么？或者说他属于哪条途径？”克莱恩靠着椅背，低沉笑道：“红祭司，红祭司，这是哪条途径？听起来和黑皇帝很接近啊，难道又是一个序列领的称号？”正义奥黛丽兴奋又愉快地想着。红祭司，太阳戴里克默念着这个名次，发现百银城的历史里并没有相应的记载，也可能是我读过的资料不够多，只接受了通识教育。他略感后悔地想着。魔术师福尔斯和月亮埃姆林就像听故事一样听着，对类似的情报同样相当感兴趣。唯一的问题是，不能向别人吹嘘，不能写进小说里。福尔斯一阵遗憾，倒吊人先生应该会往上面汇报，希望他不要拖延太久。以他的精明，或许已经看出世界的一些问题，把握到了他和愚者之间的关系。还好，从很早之前开始，我就刻意将世界的人设与夏洛克·莫里亚蒂重叠，给予卷者的身份。倒吊人先生顶多能察觉到这一层，没法想象世界其实是个假人。愚者克莱恩抬手摸了摸下巴，含笑说道：“你们继续。”见愚者先生不再提刚才的话题，从救主情绪里挣脱出来的月亮埃姆林开始面对现实的难题，那就是缺钱。不管怎么样，他从未考虑过卖掉那些人偶，只是告诉自己今后要节省半年甚至1年，才能奖励自己一个新人偶，才能为已有的那些卖一套新衣服。除此之外，他能想到的赚钱办法就是卖一些有神奇效果的药剂，但这很容易给掩藏在贝克兰德的族群带来隐患，这是始祖的安排。按照道理来说，该由尼拜斯大人提供相应的帮助，可愚者先生又要求我保密，做黑暗里负重前行的救主，不能主动透露。思考了几秒，埃姆林2声，清了清喉咙道：“诸位，我有一个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假设有一位强者安排你去调查某件事情，你虽然成功获得了情报，但却碍于某些原因不能向那位强者汇报，那么该怎么继续从那位强者处获得支持？”说完之后，埃姆林忽然觉得这种行为有些可耻。这很像是叛徒和内奸啊！不，我是为了整个血族的延续才这么做的，为此必须舍弃名声，背负不解。等到事情结束，真相呈现，他们将会为我感动。月亮埃姆林迅速缓解了刚才的感受。这个时候，正义奥黛丽魔术师福尔斯和太阳戴里克等人都将目光投向阿尔杰。在他们心目中，倒吊人先生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是最好的老师。愚者克莱恩也是这么认为的。倒吊人阿尔杰扫了月亮一眼，嘿了一声：“很简单，但你必须承受一定的风险。”埃姆林下意识就否认道：“不是我。”倒吊人轻笑回应：“假设是你。”他接着描述道：“你在日常生活里慢慢表现出一定的异常，让那位强者察觉你出了问题，他会有2个选择：一是直接拷问你，但这很容易断掉线索；二是不经意间提供你帮助，让你能更加深入地做调查，然后派人监控你。我认为第2种可能最大。你需要承担的风险是，怎么在监控下不暴露想隐藏的情报，还能这样？其实也不会暴露。每次塔罗会时，我都在丰收教堂休息，外表没有任何异常。而献祭物品和接受赐予的仪式本身就是可以展现给尼拜斯大人他们看的东西，让他们能猜到我与愚者先生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却无法想象我已经加入一个隐秘聚会。很好，我将在学习历史时主动向威曼迪男爵询问白银城的事情。月亮埃姆林眼睛一亮，有了主意。他旋即想起一件事情，转而对倒吊人道：“你上周不是问过怎么让一条船上的所有人同时沉睡的办法吗？很简单，我可以提供一种神奇的麻醉气体，它能有效蔓延，没有刺激性的气味，即使在甲板上直接嗅到也会导致昏迷。当然，你最好选一个没什么风的夜晚，还有，目标不能有危险预感，体格也不能太健壮。序列9里面以身体出名的那种非凡者是极限，他们能制造超过3小时的沉睡，之后效果不断降低，100磅一罐，额外再给我30磅报酬。”倒吊人想了想幽灵船上的水手情况，并为还价道：“好，他要在月亮面前树立一定的形象，为后续的大交易做准备。他曾经考虑过用沉眠符咒，但那需要念出开启咒文，会让水手们察觉不对。事后怀疑，交流环节渐近尾声，
可兰手指轻敲了下斑驳长桌的表面，悠然笑道：“我已经预见下周的各位将有新的面貌，这次聚会就到这里，谢谢您的祝福。”正叶奥黛丽率先起身，连告辞带感谢。有了愚者先生这句话，他对服食心理医生魔药又多了几分信心。随着魔术师等人重复同样的话语，一道道身影消失在了宫殿内，灰雾之上又恢复了亘古不变般的寂静。第35章慷慨之城。贝克兰德、乔伍德去。当眼前深红光芒消退，福尔斯又看见了熟悉的书桌和摊开的记录灵感的笔记本。对他来说，这样的体验虽然已没有任何新奇之处，但依然让他发自内心的敬畏。这是不属于人类的力量，哪怕半神半人也不行。食灵者的胃袋过2天就能拿到，我的学徒魔药也已消化完毕。重宇要成为戏法大师了，不知道会获得什么样的非凡能力。依靠自己完成晋升，老师肯定会更加重视我。之后除了魔药配方，肯定也将或多或少提供一些非凡材料。期待啊！我甚至还不知道对应的序列6和序列5叫什么，只清楚序列7是占星人。等成为戏法大师，就立刻写信给老师。福尔斯觉得自己离摆脱满月诅咒又近了一步。就在这时，他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近及远，最后化成了大门的框棒。修又出去了，真是忙碌啊！福尔斯无声感叹道：“如果不是他要偿还欠格莱林特子爵的400磅，我们现在应该在迪西海湾度假。”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得益于实力提升后，某些以前无法完成的委托变得简单。加上时不时能从黄金面具男那里得到些报酬不菲的小任务，修已经将自己的存款从110磅提升到了320磅，距还清债务只剩80磅。其实我可以先帮他垫上这80磅，可惜虽然他个子不高，但自尊心还是很强的。福尔斯收回思绪，考虑起世界先生委托的事情。作为一名医生，一位作家，他对无线电甚至整个机械领域的事情都了解不多。平时看报纸也没有留意相关的内容，根本不清楚该去哪里买对方想要的收报机。百货商店似乎没有。啊对，阿维勒是写科学幻想小说的，在这方面应该知道不少。福尔斯迅速找到了请教的对象，但他立刻又有了新的难题，那就是直接去拜访还是写信询问。瞄了眼铺着厚染毛毯的安乐椅，闻了下弥漫于房间内的咖啡与烟草香味，感受了一阵缓慢蠕动的温暖，福尔斯出门的动力一点点瓦解。我和他并不熟悉，不应该贸然拜访他。嘟囔着坐下，摊开了信纸。白银城伯格家。戴里克睁开眼睛，从假装的睡眠里醒来。按照他原本的计划，现在就该举行献祭仪式，送出食灵者的微带。但倒吊人的话语提醒了他，让他决定再谨慎一点。我观察一下。先把倒吊人先生要的材料集齐，一次性完成献祭。戴里克沉默了几秒，别上飓风制服，直奔尖塔。他先在功勋兑换点查了查目前有的物品资料，没急着完成交易，打算等天空闪电减少后，去地下交易市场再看一看。戴里克上到3楼，直奔图书馆的神话传说和古代典籍区域，充满饥饿感的寻找起未学过的有价值的知识。忽然他看到了一本封皮坚硬发黄的书籍，巨人王庭黑岩之书手抄集，直接从巨人王庭流传下来的记载，不知道有没有天使之王相关的内容。戴里克伸手抽出了那本书，发现它由一张张褐色的怪物皮纸装订而成。这个时候，图书馆上层穿亚麻色衬衣、披棕色外套的科林·伊利亚特正静静屹立，注视着下方。他缺乏打理的花白头发被窗口吹入的风轻轻浮动，浅蓝色的眼眸深邃而内敛。1月12日，周三下午5点40分，天空昏暗，云层如卷，深蓝的波浪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白马脑号在这暴风雨快来临的场景里时上时下，仿佛一位巨人手掌里的玩具。这就是大海，不管多么强大的力量，在他的面前都显得渺小。达尼兹立在窗口，欣赏着外面的场景。幸运的是，我们快抵达慷慨之城了。从班西港离开后，白马脑号的航行一直颇为顺利，在风的帮助下，速度稳定在了15节。因此，仅比预定时间晚一点抵达提亚奈港，将比正常早半天完成全部旅途。
也就是说，原定13日上午到达慷慨之城的白马脑号将于12日傍晚抵港。听到达尼兹的感慨，克莱因只是抬头瞄了他一眼，就收回视线，继续自己的沉思。越是扮演格尔曼斯帕罗这个角色，越是在某些时候必须强撑着做出符合人设的行为，他就越是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在面对不同的场景时，他真正想做的选择和格尔曼斯帕罗并不一样。比如，正常的他此时会回应达尼兹，和对方闲聊海上的天气和那些恐怖暴风雨带来的灾难，但格尔曼斯帕罗不会，必然冷漠对待，内敛不语。类似的反差越多，我越能认清自己。克莱恩由衷地在心里叹息了一声，这是他之前以私家侦探夏洛克·莫里亚蒂身份活动时没有的体验。因为那个时候他不需要伪装性格，做自己就行。我感觉我的魔药消化了一点，不过格尔曼斯帕罗也有和我本身相同的地方。至少选择下船进入班西港救人时，我自己和这个身份是完全重叠的，没有区别的。当然，也可以说是为了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添加了人设。斯文和疯狂之下是一颗善良的、勇敢的、怜悯的、重感情的心。呵呵，自夸要不得。如果早知道班西是宾夕，我多半就怂了，也不一定。至少当时占卜出的危险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克莱因半是总结半是自嘲地想着，这让他愈发明白了一个问题：虽然扮演纯粹虚构的人也能帮助他消化魔药，但要想加快速度、提高进度，确实需要顶替一个原本就存在的身份，获得对方人际关系的肯定，感受相应的喜怒哀乐情感，沉浸但不沉迷，成为任何人，但最终回归自己，并从相应人员那里收获反馈。克莱恩望着淡黄色的地毯，脑海思绪纷呈。见格尔曼斯帕罗没有回应，达尼兹无奈地摊了下手，觉得自己憋得慌。除了会让我做些仆人做的事情，这疯狂的家伙其他方面都很好，只有一点，不爱说话，有交流障碍。这样下去，我一定会因此疯掉。还好，总算要到白亚姆了，总算能解脱了。达尼兹觉得自己迟早会在对方类似的沉默里养成自己和自己说话的习惯。过了一阵，他看见格尔曼斯帕罗抬头，微笑开口道：“你可以讲一讲拜亚姆有哪些属于海盗的联络点了。狗屎，你还是不要说话比较好。”达尼兹的表情一向扭曲。傍晚6点15分，暴风雨来临前，白马那号顺利进港，抵达了罗斯德群岛的首府慷慨之城拜亚姆。这里又被称为香料群岛，有着各种各样的奇异香料，以这方面的种植园为经济的支柱。其中拜亚姆所在的蓝山岛占据了全岛1半以上的土地面积，有金、银、铜、煤、铁等矿藏，森林覆盖率高，水果品种多，土地异常肥沃。正因为如此，第一批殖民者将他们建立在海边的城市命名为慷慨之城，认为这是神灵许诺的流淌着奶和蜜酒的宝藏之地。克莱恩提上达尼兹收拾好的行李箱，离开312房间，进入了通往甲板的过道。没有意外，他遇到了唐内一家和克利维斯等人。之前被吓唬后，两姐弟到现在都还有些害怕克莱恩，半躲在父母和保镖身后，不敢说话，像是蔫掉的气球。克莱恩轻轻点头，算是与他们打了招呼。就在这时，乌尔迪布兰奇犹豫了1秒，上前半步道：“斯帕罗先生，你会在拜亚姆停留吗？如果我想雇佣，不，请你帮忙，该怎么联系你？”果然是有冒险精神的商人，即使害怕，也要结交有非凡能力的人。克莱恩想了想道：“这里有什么报纸？”群岛主要流行苏尼亚早报和新闻报。乌尔迪不需要回想就能给出答案。你在苏尼亚早报上连续刊登3天求购达米尔特制腌肉的广告，并留下地址，我会去找你的。如果3天之后我还没有出现，就说明我又出海了。克莱恩相当谨慎地给出了一个单向联络方式。好，乌尔迪吐了口气，露出了笑容。克里维斯等人又一次表示了感谢，有序地离开了船舱。眼见舷梯在望，唐娜忽然放缓了脚步，往后缩到了克莱恩旁边，扬起脸蛋，咬了下嘴唇道：“斯帕罗叔叔，既然那样的力量必定带来危险和疯狂，你为什么又选择？”这个问题他想了好久，终于鼓起勇气发问。克莱恩怔了一下，本能勾勒出了一抹笑容。为了梦想，接着
他嗓音变低，吐出了2个单词，以及守护守护。唐娜略显茫然地念着这个单词，加快脚步追上了父母。木武宋布兰奇一家离开白玛瑙号后，克莱恩收回视线，对旁边的达尼兹道：“你自由了。”达尼兹一时还有点不适应，